村里这面墙经常流血，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砸墙的声音。节目组蹲守了好几天，砸墙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循着声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爷正对着墙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询问，他却什么都不说。一天，节目组又遇到了他正对着电线杆挥动着拳头，电线杆被打得梆梆叫。这次大爷主动开口，说自己在锻炼身体而已，每天都要对着墙壁打1万多次。打完电线杆呢，他又捡起了一块鹅卵石，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，接着咔嚓一声，石头就成了2半，身后的一堆碎石也都是他砸碎的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爷说自己练拳是非常有用的，只见他梆梆几下就把钉子砸进去了，想吃蒜泥也不用石臼，直接就是一顿梆梆梆，蒜泥就做好了。家人呢都很反对这种自残式的锻炼方式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还说因为练拳自己变得更健康，这样自己就有能力接送孙子上下学了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也喜欢锻炼拳头，他每天都用手走路，一天要走5000步，还都是走鹅卵石路面。路人看着一脸迷惑，这人的腿是有残疾吗？我都做了5年了，一天不走浑身难受，吃下去。不过要论手掌速度，他在厕所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他并不是变态，这样做实属无奈，因为他家的厕所有点怪，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哗啦哗啦的洗手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但肥皂上却残留着奇怪的使用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。你要说是有人的话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安装了监控。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马桶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大老鼠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这老鼠来到地面直奔香皂，咔咔造了几口后开始疯狂破坏，嗨完后顺着马桶又走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姐突然菊花一紧，说有次半夜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关键她家住18楼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呢？专家解释说，老鼠是会游泳的，而且马桶下水道是 S 型的，老鼠可以很轻松地顺着管道爬上来，要抓它呢也很简单，一张粘鼠板即可。他们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就等老鼠上钩了。没想到这只杰瑞非常聪明，他意识到了不对，左闻闻右看看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他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，又溜回了马桶。大家决定用另一种方法阻止他，在楼下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的拉屎了。这佛像每天在流血，从额头到后背都不断往外渗，这血越渗越多，看着吓人。他们把佛像放在太阳下，用摄像机对着，这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渗了出来。佛像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，用榔头一敲，里面发出的声音更让大家确信，佛像里面绝对装满了东西。佛像是别人送他的，刚开始就额头上有一点点液体，大妈也没多想，顺手就给他洗掉了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佛像全身都开始渗血，才明白过来这佛像不对劲。大妈这下彻底慌了神，因为听说佛像流血泪必有大灾，在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木雕师傅。师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了，说从来没见过会流血的雕像，感觉这更像是一种诅咒。这下大妈更慌了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大家找到专家对佛像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，渗出的粘稠液体其实是树枝，也就是说这佛像就是用一整块松树树枝做成的，而且里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渗出红色的树枝。听到这里，大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她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一条毛巾。同事都觉得他有病，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。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，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他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，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那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，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。
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，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，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的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大妈每天都在脸上拔罐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拔罐，拔罐的数量还越来越多，从1个罐到现在的6个，脸上都快塞不下了。工作的时候拔，逛街的时候也拔，脸上都红肿淤青了，却依旧继续拔罐。最急的是她老公，怕她拔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还说老公根本不懂自己。现在反而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觉得白天拔罐根本不够，甚至连睡觉也开始拔。一夜过后，脸上红肿得很严重，她却说真舒服，说着还要给记者试一试，直接拔了2罐。片刻后，记者就被拔成了猪头。大妈说：“你看你湿气太重，都露原形了，以后要多拔罐才行。”记者摸着自己的猪头，而不是摸着自己肿胀的脸，没敢说话。现在大妈每天逛菜市场都顶着6个罐罐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但她毫不在意。路过的大妈终于忍不住了，问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。大妈终于说出了原因，原来她之前做生意意外破产，别人都说因为她面相不好导致的。有次看到别人在腿上拔罐，她突发奇想开始在脸上拔罐，慢慢的发现皮肤竟然变好了，甚至还有瘦脸的效果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在脸上拔罐。拔罐对皮肤真的有好处吗？大家带她来医院，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她皮肤弹性很差，拔罐不能说对皮肤非常有好处，只能说完全没有，甚至还有反效果。不过大妈却坚持认为自己的皮肤比过去好多了，完全不把医生当回事，还当着医生的面拔上了火罐。医生看得很迷惑，最后表示随她去拔，但不建议她每天超过30分钟，否则会给皮肤造成很大负担。大妈感觉医生说的应该有点道理，最后表示自己会尽量降低拔罐时长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她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每天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，干裂后令她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，她依旧每天涂抹。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她却什么都不说，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等来一个女人，女人带她来到救济站吃饭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女人是她姐姐，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记者决定上前询问姐姐情况，没想到姐姐看到镜头越来越激动，冲着节目组大喊大叫。随后两人快速离开，又跑到了地铁站，随便找了个躺椅准备睡觉。此时气温只有4度，记者担心他们冻出病，提出要帮他们订房间，却被拒绝了。记者不忍心看他挨冻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。白天还没等节目组找他们就急匆匆找到了节目组，把外套还了回来。第一次对记者说了谢谢，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。大家把姐弟俩带到了派出所，经过一番调查，总算搞清了他们的身份，家里父母健在，还有一个哥哥。大家随即决定带姐弟俩回家。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情绪失控，说什么都不要回家，哭着求大家放她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让他们离开。随后记者单独找到了他家，才看清这家的情况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痴呆。父亲说这两姐弟从小就不正常，经常无缘无故的一起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，就连父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离家出走。大家在地铁站找了好几天，总算又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为了拉近彼此距离，记者决定跟他们同吃同住。每次在救济站，弟弟还会主动帮记者打饭，慢慢对记者敞开了心扉。记者顺势提议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，姐弟俩也接受了。弟弟的皮肤状况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引起了溃疡。记者建议他先把鞋油洗掉，他犹豫了好久，看起来有所顾忌。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终于决定洗掉。随着一点点揉搓，大块的鞋油开始脱落，还差点把下水道堵住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恢复了皮肤应有的光泽。隔天大家带姐弟俩去做了心理咨询，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涂鞋油。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殴打。有人建议他往脸上涂鞋油，这样就可以唬住别人，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打，就把鞋油涂到了脸上。接着姐姐也说出了不愿回家的真正原因，都是因为家里的那个大哥。大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因为害怕所以才跑。姐弟俩彼此依赖，弟弟担心姐姐独自一人在外不安全，所以会跟着姐姐一起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见面，父亲就把姐弟俩搂入怀中，心疼地抚摸着。
大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打他们了。姐弟俩也向记者保证不会再离家出走。但就在这期节目播出2年后，有观众反馈说，他们好像又离家出走了，在地铁站又见到了脸黑黑的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节目组决定回访，现在2023年，姐弟俩到底过得怎么样了？根据之前的地址来到他家，发现姐弟俩都胖了很多，脸上也干干净净的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希望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希望。大妈只是穿了件红衣服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她，全都是因为她的指甲，她的指甲比你的手还长，足足有12厘米，小拇指却显得格格不入。她说小拇指是专门用来抠鼻屎的。大妈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甚至都能拖到地板上，即便是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妈也会被吓到。大家都想不通，她为啥要留这么长的指甲，而且指甲还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洗头就只能用小拇指挠一挠，打字也只能借助铅笔，剥橘子要用镊子，甚至手套都要先开个洞才可以。她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一次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折断。出门都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指甲带来了诸多不便。但为啥要留呢？大妈说自己留指甲都是因为一个梦。原来大妈从小就喜欢打扮，有天她做了个梦，梦中人告诉她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和头发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妈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说来也是奇怪，从这之后，每当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真的会生病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。后来出于敬畏之心，就开始留指甲了。为了让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妈去做了美甲，画上萌萌的图案，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。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，却来到了按摩店，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，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，怀了3天就要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，原来她并不是胃痛，而是马上要生了。大姐直接懵掉了，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，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这要怎么解释呢？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，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，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，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，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就算是这样，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，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。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，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，所以也没在意。不得不说，大姐心是真大。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。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，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。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来到寺庙，更是大开眼界，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。这些韩国女团他如数家珍，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，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。身为佛门弟子，他1不念经2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团跳舞。外人看到这个情况都骂他花和尚，说他6根不净，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，偶然捡起一本佛经，结果爱不释手，就像发现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。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，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话怎讲？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，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。但他这种行为难免引来风言风语，随着非议越来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。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，被迫离开了寺庙。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，取名龙宫佛寺，并自任方丈，继续自己的修行。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，围着寺庙摆了一圈，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，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。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好。小伙在大叔脸上纹了又纹，甚至连医生也忍不住纹了起来，只因大叔体味实在奇葩。他干活要随身带一瓶酱油，受伤后直接就用酱油涂抹，说可以消菌杀毒防止感染。等红灯的时候，他又掏出了酱油，拿棉签蘸上酱油就开始掏耳朵，眼屎也要拿蘸过酱油的棉签清理。回家后只见他厕所里也摆满了各种酱油，甚至还有料酒。大叔说自己是干性皮肤，每天都要仔细护肤，挤点乳液，再倒点酱油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往脸上涂了，甚至连脖子都要抹均匀，拍打拍打促进吸收。瞬间整个厕所都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。这还没完，他又用酱油兑水，直接拿鼻子喝了起来，说是可以清洁鼻腔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套下来，大叔整个人都变得很有精神。大叔还偷偷告诉记者一个护肤秘诀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生抽，晚上用老抽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小伙决定尝试一下，把乳液和酱油混合在一起，按照大叔的手法涂在了脸上。看得出来他很后悔。可奇怪的是，一个用了10年酱油的人却从来不吃酱油，这又是为啥呢？大叔表示自己有糖尿病，所以不能吃太咸，而且糖尿病发作时皮肤都会开裂。小时候看到父亲都是用酱油来涂抹伤口，自己也就学着在伤口上抹酱油，没想到啊，效果还不错，伤口很快就愈合了。从那以后就开始一直使用，
但还有一个原因，大叔没有明说，那就是因为自己长期使用酱油，浑身散发出浓烈味道，就是因为这个味道还找到了老伴。老伴非常迷恋这种体味，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最后还有个问题，往身上涂酱油真的没伤害吗？检查发现，大叔的皮肤状况竟比同龄人要好很多。医生说酱油中确实含有很多有益元素，就比如抗氧化剂和乳酸，长期使用的话，确实对皮肤有一定好处，但还是建议少用，毕竟味道不是很好闻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，流得满地都是。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，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，用年糕蘸着液体，吃得一脸享受，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。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，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。听到此话，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，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。神秘液体越流越多，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。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，屋内2条，屋外1条。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，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找来专家，用热像仪一测，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，有些液体都凝固了，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，颜色也变得深沉，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。观察了半天，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。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，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，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。下来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蜂巢吗？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。看到这一情况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大妈表示，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？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？专家表示，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，环境非常嘈杂，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，最后不得已弃巢了。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，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？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，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受不了了，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，小白闻了闻，几口就吃完了。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，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。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一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，他竟然两眼发光，一直叫个不停，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，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？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。现在第一只猫登场了，只见它来回闻了闻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。第二只猫闻了闻泡菜，看起来味道不错呀，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。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，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。你看，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？最后到小白出场了，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，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。主人觉得泡菜太辣，吃多了不好，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。结果小白闻了一下，连连后退。小白心想，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？随后竟离家出走了。等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，吃得满嘴通红。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？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，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却很健康，只能说他天赋异禀。不过呢，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他家卧室的墙竟然会不停地流血，即使擦干后还是会不停地往外渗，这血越渗越多，吓得他到处找人帮忙。他们贴了张卫生纸上去，用摄像机对着，亲眼看着这血浸透了纸张。这墙里面看来有东西啊。他本来是个租客，住这里也没几个月，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。开始还以为是脚上破了皮蹭上去的，他也没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就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才明白过来不对劲，赶紧找来了房东。房东是个老阿姨，过来左看右看，说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怎么可能埋了东西吗？说完直接就走了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在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装修师傅。师傅看了照片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紧接着他们一起来到了现场，师傅看了半天，然后把手伸到了墙壁底下去抠，一抠就是满手的血，湿哒哒的，越看越不对。师傅决定把墙纸拆开来看看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比想象的还要可怕。随着保温板的拆除，整个墙面都浸透着红色液体，看得人心慌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了半天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20年前的老装修，里面墙纸的胶水老化，又因为潮湿发霉，所以慢慢变成了红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